你可能听过一句话，叫假装直到你成功。很多人对这句话嗤之以鼻，觉得这是一种虚伪，那是他们根本不懂大脑和宇宙的运作机制。听着，人生本来就是一场单机游戏，你生下来是一个人，死的时候也是一个人。在这个单机游戏里，你的大脑并不是你，你的大脑只是一台被锁在黑暗头骨里的超级计算机。这台计算机看不见外面的世界，它怎么判断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？它只能通过观察你的行为。当你有意识地表现得像个成功者，像个充满能量的人时，你的大脑会看见你采取了这些行动。它会想，哎呦，这家伙今天居然早起了，这家伙居然在面对困难的时候没有抱怨，而是直接去解决，这家伙居然挺直了腰板跟老板说话。大脑在收集这些行为证据，然后它会改变它看待你的方式，它会重新分泌化学物质，调整你的多巴胺和血清素，慢慢的，你的神经回路就被重塑了。这就是为什么扮演那么重要，因为在量子宇宙的维度里，根本没有所谓的客观现实，一切都是能量，一切都是频率。量子物理学里的观察者效应告诉我们，粒子的状态是由观察者决定的。在你的生命里，你就是那个观察者，你的行为就是你的观察方式。当你抱怨、颓废，觉得自己是个废物的时候，你就在向宇宙发射一种低频的能量。宇宙是个很死板的镜子，它不会同情你，它只会把你发射的频率原封不动地反射给你。所以你越觉得自己穷，你就越穷；你越觉得自己没人爱，你就越碰不到对的人。相反，如果你有意识地选择扮演一个丰盛的人，一个自由的人，你会发生什么？让我们来看个真实的故事。别去想那些遥不可及的亿万富翁，就看看你身边可能存在的人。我们叫他老李吧。老李34岁，在一家互联网公司做个不上不下的项目主管，每天挤着臭气熏天的地铁去上班。到了公司就面对老板的疯狂画饼和同事的内卷。老李每天下班回到家，累得像条狗，倒在沙发上刷短视频，点个便宜的外卖。他觉得自己的命就是这样了，用时间换一点可怜的薪水，随时可能被更年轻、更便宜的应届生淘汰。老李的频率是非常低的，他散发着一种绝望的得过且过的能量。他总是幻想着有一天能中彩票，或者公司上市分他一点汤喝，但那是妄念。有一天，老李突然醒悟了，他受够了这个每天都在贬值的自己，他决定开始有意识地改变剧本。他想成为一个拥有专长，能够掌控自己时间，不再靠出卖劳动力生存的超级个体。但老李没有钱，也不能立刻辞职，他能做的就是开始扮演。第二天早上，老李没有像往常一样踩着点冲进办公室，他提前了半个小时到。他没有穿那件皱巴巴的格子衬衫，而是换了一身干净利落的衣服。他坐在工位上，没有立刻打开聊天软件摸鱼，而是拿出一本关于商业模式的书看了20分钟。在开会的时候，老李以前总是躲在角落里，别人说什么他都附和。但那一天，他坐直了身体。他心里想着，如果我是一个拥有自己事业的合伙人，我会怎么看待这个项目？他提出了1-2个极其犀利的观点。老板当时看他的眼神都不一样了。下班后，老李没有再瘫在沙发上，他强迫自己坐在电脑前，开始写一些关于行业分析的文章。他并不算什么大专家，但他开始像一个输出者一样去行动。最开始的几个月，老李觉得非常痛苦，因为这很不自然。他的旧大脑在疯狂地反抗，告诉他，你装什么装啊？你就是个打工仔，洗洗睡吧。这种割裂感让他极其疲惫，但奇迹就在这种持续的扮演中发生了。老李的大脑在黑暗中默默观察着这一切。大脑发现，这个人每天都在阅读，每天都在输出价值，遇到问题不再推诿，而是寻找杠杆。大脑开始重新评估老李，神经元重新连接，旧的受害者回路开始枯萎，新的创造者回路开始生长。老李身上的能量场变了，他的眼神变得坚定，他的语气变得有底气，
他不再因为老板的一个皱眉而心惊胆战，因为他内心的剧本已经改写了。他不再是一个随时怕被开除的员工，他只是在一个平台暂时出售自己技能的合作者。1年之后，老李因为他在网上写的那些文章，接到了几个咨询顾问的私活，他的专长开始展现出复利的威力。后来他非常平静地递交了辞呈，成立了自己的小型工作室。老李是怎么做到的？他没有中彩票，也没有遇到什么贵人，他只是运用了宇宙中最强大的法则。他有意识地活成了他想成为的样子。他不是等有了钱才变得自信，他是先扮演了一个充满底气的人，然后财富自然而然地被这种高频能量吸引了过来。财富是一种技能，幸福也是一种技能，而所有的技能都是可以通过刻意练习来掌握的。你不能把改变的希望寄托在外界，你不能说等我有钱了我就去健身，等我找到一个爱我的人我就会变得开朗，等老板给我升职了我就会认真工作。这是完全搞反了因果关系。在量子力学的世界里，结果不是由原因导致的，结果是由状态吸引的。你必须现在就进入那个状态。我们再来看另一个故事，关于情感和自我价值的。很多人在感情里受尽折磨，其实根本原因还是自身能量场的问题。有个女孩叫林月，28岁，长得挺好看，工作也不错，但她有个致命的弱点，就是吸渣体质。她谈过3次恋爱，每一次都是以对方冷暴力或者劈腿收场。林月每次失恋都哭得撕心裂肺，觉得自己不够好，觉得全天下的男人都不是好东西。林月在扮演一个什么角色？她在扮演一个需要被拯救，需要通过别人的爱来证明自己有价值的乞丐。她的内心有一个巨大的黑洞，当她带着这种匮乏的能量去接触人的时候，她吸引来的只会是那些想要剥削她能量的人。如果用我的那套逻辑来拆解，林月把人生完成了一场多人游戏，她把自己的喜怒哀乐交给了别人去控制，这是极其愚蠢的。人生本质上是孤独的，你必须在自己的内心找到绝对的平静，把外在的一切都看作是游戏里的奖励，而不是生存的必需品。林月后来是如何自救的呢？她开始有意识地扮演一个内核稳定、完全自足的女人。一开始，这种扮演比老李的职场扮演还要痛苦100倍。当孤独感在深夜像潮水一样涌来的时候，林月习惯性地想要打开手机去找人倾诉，甚至想去翻前男友的动态。但她忍住了，她对着镜子告诉自己，一个精神独立的女人不需要从垃圾堆里找安慰。她开始有意识地去生活。周末的时候，她不再眼巴巴地等着别人约她，她自己去买了一束很贵的花插在花瓶里。她一个人去吃高级餐厅，挺直腰板，慢慢地品尝每一道菜。她开始把原本用来讨好男人的时间拿去学了自由潜水，在水下10几米的地方，周围一片死寂。林月听不到任何嘈杂的声音，只能听到自己的心跳。在那一刻，她突然明白了一个道理，在这个世界上，除了她自己，没有任何人能真正拯救她。当林月开始这样行动的时候，她的大脑记录下了这些数据。大脑发现，这个女人不仅给自己买花，还能一个人享受高级晚餐，还能在深海里保持冷静。大脑得出一个结论，她是一个高价值的人，她很爱自己。随着大脑认知的改变，林月的能量频率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她不再散发那种患得患失的焦虑感，她的眼神变得深邃而平静。这种平静是一种极高的频率。当她后来再遇到男人的时候，她不再去刻意讨好，她用一种审视的、平等的眼光去交流。如果对方表现出不尊重，她会毫不犹豫地转身离开，连一句废话都不多说。因为在她的新剧本里，她是一个珍视自己羽毛的女王，而不是一个摇尾乞怜的女仆。最终，林月没有再遇到过渣男，不是因为渣男在这个世界上消失了，而是因为渣男在这个内核强大的女人身上闻不到猎物的味道了，他们会自动退散。
而那些真正懂得欣赏独立女性的优秀男人，被林月身上那种独特的、不讨好的气质吸引了过来。你看，不管是老李还是林月，他们都证明了一件事：你的身份不是由过去决定的，而是由你现在的选择决定的。很多人会陷入一个陷阱，叫做寻找真实的自我。他们觉得去扮演另外一个人是虚伪的，觉得做真实的自己才最重要。让我来戳破这个谎言吧。你所谓的真实自我，大部分时候只是一堆童年创伤、社会偏见、失败经验和懒惰习惯的集合体。你把这些烂摊子打包在一起，贴上一个真实的自我的标签，然后以此为借口，拒绝任何痛苦的改变。这不叫真实，这叫懦弱。真正的你根本没有固定的形状。在佛教里，这叫无我；在量子物理里，这叫叠加态。你是一个无限可能的能量体，你可以是任何样子。当你觉得扮演一个勤奋的人很虚伪的时候，你要明白，你现在扮演的这个懒惰的人同样是虚伪的。既然都是扮演，你为什么不挑一个能让你变富、变强、变开心的角色去演呢？这是一个极其理性的商业决策。人生是你最大的一笔投资。如果你发现你现在经营的我这家公司一直在亏损，一直在陷入负债，你难道还要继续坚持原来的经营理念吗？你必须破产重组，你必须引入新的管理层，也就是你的主观意志。你必须制定新的战略，哪怕刚开始执行的时候极其痛苦，面临着内部的巨大阻力。当你决定开始改变的时候，你会遇到2个最大的敌人。第一个敌人是你自己的大脑。大脑是个极其懒惰的器官，它为了节省能量，非常喜欢走已经建立好的神经回路。当你试图建立新习惯，试图去扮演一个新角色的时候，大脑会觉得非常耗能，它会制造出各种焦虑、怀疑、疲惫的感觉来阻止你。它会在你耳边低语：算了吧，你坚持不了的，你本来就不是那样的人，今天休息1天吧，明天再开始。这时候你该怎么办？不要跟大脑讲道理，大脑不听道理，它只认行动。你要把你的主观意志抽离出来，像一个观察者一样看着你的大脑在闹情绪。你可以对他说：我知道你很累，我也知道这很不舒服，但对不起，现在的剧本我说了算。然后拖着你那具沉重的肉体去把该做的事情做完。每一次你战胜了大脑的阻力，完成了一次新角色的扮演，你就是在旧的神经回路上砍了一刀，在新的神经回路上添了一块砖。复利的力量在这个时候就会显现。刚开始你需要花费100%的意志力，但1个月后只要80%，1年后这就会变成你的出厂设置。你连想都不用想，你已经变成了那个人。第2个敌人是你的周围环境。当你开始改变的时候，你身边那些熟悉你旧角色的人会感到非常不舒服。你的父母可能会说：你最近怎么变得这么自私？你的朋友可能会冷嘲热讽：哟，老李现在要当大老板了，看不上我们这些打工的了。你要明白，他们不是真的恨你，他们只是害怕。你的改变打破了他们心中的平衡，你通过努力证明了改变是可能的，这就反衬出了他们因为懒惰而维持现状的难堪。他们试图把你拉回到原来的泥潭里，好让他们自己显得不那么糟糕。面对这种情况，你必须像一个无情的杀手。在追求个人进化这条路上，你不能有任何妇人之仁。如果你的朋友因为你的成长而疏远你，那说明他们根本不是你的朋友，他们只是你旧版本的一个配套设施。当你升级到新版本的时候，那些不兼容的软件注定是要被卸载的。你要敢于切断那些消耗你能量的低频关系，不要害怕孤独。在宇宙中，同频相吸是铁律。当你把自己的频率拉高，你自然会吸引到同样高频的人事物进入你的生命。让我们再把视角拉高一点，你知道为什么大多数人一辈子都在受苦吗？因为他们把欲望当成了动力。他们总是说：我想要变富，我想要变瘦，我想要被爱。欲望是一个极其狡猾的东西。当我想要某样东西的时候，
我其实是在向宇宙宣告，我现在没有这个东西。所以欲望的本质是匮乏，而根据吸引力法则，匮乏只能吸引更多的匮乏。所以佛教说欲望是痛苦的根源。我曾经说过，欲望就是你和自己签下的一份契约，规定了你在得到你想要的东西之前，你都必须是不快乐的。这太荒谬了。如果你把人生的目标设定为达到某个未来的节点才能快乐，那你这辈子大概率都快乐不起来。因为就算你达到了那个节点，你又会产生新的欲望。你永远在追逐一个地平线，解决办法是什么？就是我们今天一直在聊的核心，不要去渴望成为那个人，而是现在立刻马上就去作为那个人去生活。这是一种时间上的折叠。当你不再说我想要变富，而是开始像一个富有的人一样去思考、去行动、去对待时间的时候，你就已经放下了对财富的执念。你不是在追求财富，你是在体现财富。富有不是银行账户上的几个零，富有是一种从容不迫的能量状态。一个口袋里只有100块钱，但他清楚自己的专长，每天都在积累杠杆，对未来充满信心的人，远比一个靠运气赚了1000万但每天都在害怕破产的人要富有得多。同样的道理，当你不再说我想要被爱，而是开始像一个已经被爱包围的人一样去散发善意，去建立边界，去享受独处的时候，你就已经放下了对爱的匮乏感。这就是心灵治愈的最高境界，不向外求，而在内部直接显化。不要去寻找治愈，去扮演一个完全健康、无坚不摧的自己，因为在量子层面上，那个完美的你早就存在于无数个平行宇宙的某一个之中。你不需要去创造它，你只需要通过你的行为和信念，把那个频率调频过来，跟它重合。改变发生的那一瞬间，其实是在当下的每一个微小的选择里。比如现在，你已经听我说了这么多，你面临着一个选择，你可以关掉这个页面，叹一口气，觉得我说的挺有道理，但那都是别人的故事。然后你继续打开另一个娱乐软件，把大脑交还给算法，继续扮演那个麻木的、随波逐流的旧角色。这就是你过去一直以来的选择，它的结果你非常清楚，那就是继续在平庸和痛苦中挣扎，或者你可以做出一个有意识的选择，你可以放下手机，走到洗手间，看着镜子里的自己，不要看那些皱纹或者疲惫的眼神，看穿这副皮囊，看到里面那个被压抑了很久的充满力量的灵魂，告诉他够了，旧剧本到此结束。从现在开始，我是导演，我是主角，我要开始写新的故事。今天你要怎么开始你的新扮演，不需要惊天动地的大动作。如果你想成为一个时间管理者，那么现在就去把桌子收拾干净，写下明天最重要的3件事。你的大脑会看到这个动作，它会开始相信你是一个有条理的人。如果你想成为一个有专长的人，那么今晚不要刷剧，去读10页专业领域的书，或者写下500字的心得。你的大脑会看到你对知识的渴望，它会慢慢帮你建立专家的自信。如果你想成为一个健康的人，明早起床第一件事就是喝一杯温水，然后下楼走15分钟。不要去想能不能坚持1年，只要把明早这场戏演好，你的大脑会感觉到心跳的加速，它会分泌多巴胺来奖励你。把每一天都当成一个独立的排练场，不要去管观众怎么看，不要去管未来会怎样。你的唯一任务就是把今天这一幕戏，按照你想成为的那个人的标准演到极致。如果你演砸了，没关系，睡一觉。第二天醒来，又是一张白纸，又是一个全新的开机仪式。这种有意识的选择，在这个充斥着不确定性、焦虑和信息爆炸的时代，是你唯一能够抓住的救命稻草。看看现在的环境吧，2025年、2026年，甚至更远的未来，人工智能正在疯狂的迭代，传统的行业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瓦解，大厂在裁员，经济在周期中震荡。
外界的规则每一天都在改变，昨天还赚钱的门道，今天可能就成了死胡同。如果你还把安全感建立在外界的系统上，建立在某一家公司、某一个职位或者某一段关系上，那你就像是把房子建在了流沙上，潮水一打过来，你就灰飞烟灭了。你必须把锚点狠狠地扎进自己的身体里，扎进自己的心智模型里。你必须要有一种强盗般的傲慢，我不管外面的世界怎么变，我只要控制我这台生物机器的输入和输出。只要我还在坚持每天读书、锻炼、思考、复盘，只要我还在有意识地扮演那个不断进化的自己，我就永远在牌桌上，而且我的筹码只会越来越多。这种彻底的自我负责，就是我们所说的获得平静的唯一途径。平静不是在一个安静的房间里打坐，平静是在时代的狂风暴雨中，你清晰地知道自己是谁，你要去哪里，并且你此刻正在路上。记住，你的大脑一直在看着你，它是一个最忠实的记录者，也是一个最严厉的法官，你骗不了它。如果你天天喊着要努力，却连早起都做不到，你的大脑就会给你判个虚伪的罪名，收走你的自信。如果你哪怕心里害怕的发抖，依然咬着牙迈出了那一步，你的大脑就会给你颁发勇敢者的勋章，赋予你更多的能量。去行动吧，去扮演吧，去在这个冰冷的物质世界里，用你滚烫的主观意志砸出一个属于你的现实。直到有一天，当你回过头看的时候，你甚至已经想不起来那个旧的自己是什么样子了，因为你已经成真了。如果你觉得今天的这番话刺痛了你，或者唤醒了你内心深处的某种力量，不要让这种能量白白流失。在这个信息像快餐一样被消耗的时代，能有一段内容让你停下来思考，是非常难得的缘分。我希望你能立刻采取行动，不是为了我，是为了那个正在观察你的大脑。首先，点赞这个内容。这个简单的动作是你在向大脑确认，我认同这种高频的价值观，我愿意为有价值的思想投票。其次，一定要点击订阅，并且开启小铃铛。为什么？因为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，外部的环境依然会充满噪音和恐慌。如果你不把自己的接收频道锁定在成长、觉醒和财富创造的频率上，你很快就会被算法重新拉回到那个焦虑的泥潭里。订阅不仅仅是关注一个频道，它是你在为你想要打造的新角色建立一个持续的外部环境支撑。当小铃铛响起的时候，那就是提醒你回到排练场，继续打磨新剧本的上课铃声。如果你有勇气，把你的改变计划留在评论区，不用很长，哪怕只是说从今天起，我不再抱怨，我开始负责，把它写下来，让几万、几十万同样在觉醒路上的人成为你的见证者。这种公开的承诺会产生巨大的量子纠缠，它会形成一股强大的推力，在你想要放弃的时候拉你一把。不要等明天，就是现在，做出选择，开始扮演，成为你命中注定的那个人。我们下期再见。